2023年9月下水，2024年年底交付。为了加强海军水下战地，台湾自明年开始编列14个年度2840亿新台币的军费预算，以此来采购海鲲级潜艇、后续7艘舰艇。对于台湾来说，只要原型舰能够顺利完成原型舰成军前的所有测试，后续旗舰的建造、交付也只是时间问题。潜艇是够用了，但潜艇上所使用的武器却不够了。当初台湾在海鲲号建案采购时，仅仅向美国采购了24枚 MK48 重型鱼雷与4枚训练鱼雷。不仅鱼雷数量不够，而且还没有同时采购潜射导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台湾选中了美国最新型的重型鱼雷 MK48 Mod 6 AT。19世纪60年代，美国开始发展 MK48 鱼雷，经历了0、1、2、3等型号，其中 Mod 0原始版本仅用于技术测试。19世纪80年代 ，MK48 升级到 Mod 4，到了此时才算真正完成了 MK48 的研发。后来，美军又在 Mod 5型的基础上，经过大幅提升性能，从而发展出 MK48 ADCAP。2000年前后，美军在 MK48 ADCAP 基础上改进出 MK48 Mod 6型鱼雷。其中第一项改进就是制导与控制方面升级了声学接收机，更换了新技术的制导与控制装置。MK48 Mod 6型采用的制导方式是线导与主被动声自导的方式，同时还运用了新的宽频运算法则，使得 MK48 鱼雷在保持深水性能参数的同时，也提高了在潜水中的抗干扰性能，大幅提高了鱼雷的巡敌精度。在此次改进之后， MK48 不需要像前面型号那样到工厂进行升级，而是可以在舰艇上进行软件升级。第二项改进就是 MK48 鱼雷的推进单元采用了先进的闭环发动机，最大前身1200米，最大速度60节，最大航程45公里。这款发动机可以自主检测发动机各项工作要素，同时还能检测排气。这些方面由计算机采用先进算法进行计算与控制，使得 MK48 Mod 6型鱼雷的发动机有着较高的热效率与较低的排放，并进一步降低噪声，使得发动机可以时刻保持在最佳状态。另外，发动机使用的燃料是奥托2型燃料，这种燃料热稳定性好，能够保证持续稳定的功劳输出。同时，奥托2型燃料在平时也很稳定，即便存放多年也不会变质。无腐蚀性，用作发动机燃料，可以保证鱼雷随时可用。在装药方面， MK48 Mod 6型鱼雷的战斗部装药是 PBXN102 炸药，是一种塑胶炸药，拥有3当量。由于水的密度比空气高，并且不可压缩，所以在水中爆炸所产生的破坏性是空气中爆炸所不能比的。即便是相同当量，这也是为什么鱼雷的破坏性会比导弹、炸弹高的主要原因。在2016年美国海军主导的环太平洋联合演习中，美国海军只发射了1枚 MK48 重型鱼雷，就成功击沉了塔吉号靶舰。而在这之前，各型导弹、炸弹、舰炮发动轮番攻击，都未能让其丧失战斗力。毫不夸张地说， MK48 Mod 6型鱼雷在升级改进之后，拥有智能化、大前身以及高速远程的性能，是一点都不夸张的。不过，此次台湾采购的并非 MK48 Mod 6型鱼雷，而是多了一个 AT。那么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？ MK48 Mod 6 AT 重型鱼雷其实属于 ADACP 范畴，也就是先进能力计划构型。虽然又是 Mod 6又是 AT 的，看起来比美军自用的 MK48 Mod 6型还要高一个档次，但实际上这款鱼雷与其说是 MK48 Mod 6改型，倒不如说是 MK48 Mod 45型鱼雷的改进型。这款鱼雷的战斗部由 Mod 4型鱼雷的战斗部与 Mod 6型鱼雷战斗部的电子系统构成，长度 5.85 米，直径533毫米，重达1500公斤，最大航速55节，在速度40节的情况下，最大续航可以达到50公里。相较于 Mod 45型鱼雷，这个 Mod 6 AT 最主要的改进有2处，一个是在 Mod 4的弹体上换装了声自导与控制系统，可以通过使用不同发射波数来适应不同的海洋水声环境，识别不同的目标声呐特征，以此来增强鱼雷在不同作战环境下的适应性。另一个就是优化了战斗部与推进系统的电子设备，包括使用更先进智能化的战斗部控制系统、更低噪音的推进系统，在不改变战斗部的情况下，能让鱼雷发挥出更大的杀伤效果。Mod 6 AT 所使用的战斗部是在 Mod 4基础上使用 Mod 6的部件加以改进，不过战斗部装药没有改变，还是沿用了 Mod 4鱼雷所使用的，装填有 P105 炸药，重量为295公斤。
此外，Mod 6AT 加装了一个内部消声器，后端壳体上加了阻尼减震层，以此来大幅度降低鱼雷的辐射噪音。推进器转子也改为了倾斜转子。这套推进系统具有快速启动性能，允许鱼雷在任何前身进行发射。发射方式包括推进发射与自航发射。Mod 6AT 采用了 Mod 6型鱼雷上的操雷头，这款操雷头拥有距离安全电路和中指与目标相撞功能，拥有固定电路数据记录器，以及用于3V8场声追踪的声脉冲发送器，并拥有各种鱼雷停车方式，能够记录鱼雷性能参数。此外，操雷头内部装有压力开关，在鱼雷到达深度上限或者下限时，执行关闭主机的作用。在鱼雷航程末段，还能为鱼雷提供正确浮力，使鱼雷上浮水面。相较于此前的所有型号 ，MK48 Mod 6AT 重型鱼雷在弹上电子、水声以及动力等主要分系统上有多处改进。首先是采用了即插即用的开放式系统架构，不仅便于对制导硬件实施升级，同时还能及时上传更新的水声环境数据，以此来适应不同海区的作战环境。另外就是推进系统是以 MK48 Mod 4型鱼雷的动力舱段与燃料舱段为基础，利用降噪技术结合 MK48 Mod 6型鱼雷的电源系统进行改进而成的，并将原有的奥托2型燃机更换为效率更高的蓝金闭环式热机，以此来提高鱼雷的推进效率，改善静音性能以及降低航迹特征等。在这样改进之后，能够确保 MK48 Mod 6AT 型鱼雷在不同的海区都能有良好的表现，使其在深水区或浅水区都能有效作战，并且航程远、速度快以及应变能力强。MK48 Mod 6AT 重型鱼雷可以由美国海军提供全部维修资源，包括提供鱼雷所需要的测试设备、维修文件以及维修材料等。电子版的维修文件可以进行不断更新。不过 MK48 Mod 6AT 的推进系统在潜艇上不需要维护、监视或环境控制。潜艇配发的鱼雷最少也会有5年的搁置寿命，因为鱼雷的所有活动部件都经过了安全测试，只有完全合格之后才会批准入役。截至目前 ，MK48 系列鱼雷已经经过了29000余次水中航行试验，超过其他所有的重型鱼雷。其中 MK48 Mod 6型鱼雷进行了6500次水中航行，包括600次潜水环境。依靠如此多的水中航行试验打造而成的 MK48 Mod 6AT 重型鱼雷，是一种高消费比的隐身武器。而经过上万次水中航行测试之后的 MK48 重型鱼雷，早就已经能够证明推进系统的可靠性。除了以上这些，还能够提供全手期技术支援、训练教程以及训练材料。这些支援设备与鱼雷本身一样，同样会进行不断审查，以便提高系统的性能，同时降低武器系统的维护费用。另外，美军在2006年还启动了一项计划，通用宽带先进声纳系统，为 MK48 Mod 6AT 实施另一项改进，换装新型自导声纳系统，并将导引声纳由窄宽莫斯更换为宽带模式。包括先进的宽带声纳接收器、新型导引控制插件以及先进导引算法等。美军将其命名为 MK48 Mod 7 CBISS， 能够有效打击地多普勒潜艇、快速深潜潜艇以及高性能水面舰艇，并且支持自主的发射后不管操作或导线引导装置，能够通过潜艇战斗系统提供发射后监视与更新，同时还允许在宽频带上发送与接收，可以确保鱼雷搜索、捕获以及攻击效果。在经过 CBISS 升级的 MK48 重型鱼雷，目前已经成为美国海军潜艇部队的标准武器，并且是全球现役性能最先进的热动力鱼雷之一。这样一说 ，MK48 Mod 6AT 虽然不是美军自用，但性能是完全足够的。而且台湾还准备采购新的鱼雷。目前台湾海军海鲲号原型舰准备装备的重型鱼雷就是 MK48 Mod 6AT。台湾军方认为，海鲲级后续舰单舰配备的重型鱼雷与潜射导弹最大携带量可以达到28枚，7艘后续舰就是196枚。再考虑到备弹等因素，台湾军方认为，加上已经采购的鱼雷，至少需要装备280枚，所装备的重型鱼雷至少也会是这个版本。虽然不是美军自用版本，但无论是射程、航速以及导引系统 ，MK48 Mod 6AT 都比海军现役的老旧 SUT 鱼雷要强上不少。不过，考虑到潜艇后续舰的量产期程度长达14年之久，并且依照2艘、3艘、2艘的3个阶段进行建造，台湾海军对重型鱼雷的采购模式也会根据具体情况做出改编。军方表示，在后期建造阶段保留采购最新型 MK48 重型鱼雷的空间。另外，台湾消息人士还透露 ，MK48 鱼雷只是庞大采购计划中的一部分，因为台湾还计划为海鲲级潜艇采购潜射反舰导弹等武器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在2024年8月31日，台湾军方向媒体表示，
海鲲级原型舰无法按照原定的时间结案，可能还需要再延长4年，在2029年结案。延后的原因是这艘原型舰还需要充当测试舰，完成海鲲级潜艇的系统优化、构型调整以及武器测试等任务，这将作为潜艇后续舰在建造时的重要依据。另外，原定于2028年结案的美制长城潜射重型鱼雷采购案也要延后2年结案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。你们觉得在后续采购 MK48 时，台湾能否选择最先进的型号？我是火力军，下期再见。